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35岁刘宇宁不再隐忍，自曝真实处境，终是步入王一博的后尘。刘宇宁在直播间里唱着歌，手机在镜头外疯狂震动，不到3分钟跳进来17个陌生来电，他脸色发白，手指发抖。不得不当着10万观众的面关机。这个画面不是演戏，是2023年冬天真实发生的事。一个30岁的男人，在属于自己的工作时间里，被一群陌生人用电话打得无法正常工作。这件事背后藏着一条完整的赚钱黑链。新京报的记者偷偷调查发现，刘宇宁住哪个酒店，房号是多少，这样的信息能卖5000块钱一次。他的健身时间表，黄牛敢要2800。这些数字不是随便说的，是记者真花钱买到的。5000块，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，就换一张写着房间号码的纸条。2800，够一家人吃2个月，就买他几点去健身房。这钱花出去干什么？去堵他，去拍他，去骚扰他。刘宇宁工作室后来装了个 AI 系统，每天能拦下200多个骚扰电话。200个是什么概念？1分钟打3个，的打1个多小时。系统上线后，骚扰少了47%，看起来有效果，可剩下的53%呢？还是每天100多个电话往他手机里钻？这系统再聪明，也拦不住那些换着号码打的人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骚扰电话的号码被收集起来，32家经纪公司共享黑名单。说明什么？说明被骚扰的不止刘宇宁一个，整个娱乐圈的艺人都在这个泥潭里。抖音平台出了个防骚扰模式，2023年最后3个月，用这个功能的艺人增加了3倍。3倍这个数字说明问题越来越严重，不是越来越轻。功能可以屏蔽不是粉丝的人连麦，可以过滤敏感词，可那些真正的私生饭，早就加入了粉丝团，早就学会了用正常的话套出信息。技术升级，骚扰也跟着升级，就像猫捉老鼠，老鼠越来越狡猾。中科院心理所去年做了个调查，问了好多艺人，83%的人说因为私生行为睡不好觉，心里发慌。刘宇宁自己说，最严重的时候连续2周睡不着，得定期看心理医生。2周睡不着，人是什么状态？站着都能睡着，可一躺下就醒，脑子里全是陌生号码在响。这不是简单的烦恼，是实打实的病。一个唱歌演戏的人，本职工作已经够累了，还要应付这些，身体怎么吃得消？法律终于开始管了。2024年2月，北京朝阳法院判了一个私生饭拘役4个月，罪名是寻衅滋事。这是为什么重要？因为这是第一次，以前最多批评教育，现在真判刑了。4个月不长，可案底跟着一辈子，找工作都受影响。这个判决像块石头扔进水里，波纹传开了。32家经纪公司马上组成联盟，演出行业协会赶紧出台指引，把直播时恶意来电写进侵权名单。可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发现，还是有23%的私生行为改头换面，用更隐蔽的方式继续，比如点外卖，让跑腿去艺人住的地方看有没有人。外卖员本来是好心送饭，结果被利用当眼线。这种方式更难查，更难防，因为看起来就是正常点外卖。防控升级，骚扰也升级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专家出了不少主意。政法大学的人说该给艺人买隐私保护险，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在搞声纹识别系统。粉丝组织想搞理性追星认证，有证的人才能参加官方活动。这些办法听起来都不错，可仔细想想，买保险是事后补偿，
不能阻止骚扰发生。声纹识别技术再好，也拦不住人家换个手机继续打。粉丝认证更是难，怎么证明一个人理性？标准谁来定？问题的根子不在技术，不在法律，在人心。为什么有人愿意花5000块买个房号？为什么有人半夜不睡觉也要打骚扰电话？因为他们把艺人当成了商品，当成了可以随便摸随便碰的玩具。他们追的不是星，是控制欲。看着刘宇宁因为一个电话脸色发白，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，能影响他的生活。这种心理扭曲了，追星变成了狩猎。刘宇宁在直播间关机的那一刻，10万观众都看见了。有人心疼，有人却觉得这是胜利，终于让偶像注意到自己了。这种心态多可怕，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勋章。艺人也是人，也需要安静，也需要私人空间。可在这个时代，私人空间成了奢侈品，手机号成了公开的秘密，家成了可以随便窥探的景点。当追星变成了一场明码标价的骚扰游戏，我们到底在追什么？